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科技新闻，一定会感觉 AI 领域好像陷入了一场就是无止境的销价竞争，大家都在比谁的算力更便宜嘛，对吧？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没错，现在市场确实有一种大家都在大拍卖的焦虑感啊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高盛撰写的这份报告，这真的会彻底改写你对 AI 泡沫的认知哦。请记住 ，AI 的杀价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。其实你绝对会蛮惊讶的，因为当大部分厂商都还在红海厮杀的时候，真正聪明的 AI 模型早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定价权了。对，这份报道里抛出了一个震撼弹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那个中国的 AI 龙头推出了 Kimi K3 模型，居然逆势把收费调涨了2.8倍，这个策略真的蛮大胆的。超夸张啊！这就像大家都在比赛谁能做出最便宜的计算机，突然有人端出一台不二价的限量精品，企业怎么可能会买单？我们来看看这份报告定价段落的具体数字。Kimi K3 的 API 混合定价来到了每100万 tokens 2.3美元。2.3美元听起来好像还好。为了让你有个概念，对比一下其他家 ，DeepSeek 处理同样的资料量大约只要0.18美元，阿里的 Qwen 则是1.4美元左右。哇，那价差真的非常大哎。没错，那 Kimi 敢开出这个高价，这份报告指出，底气是来自于它高达208兆参数带来的极致编码能力。可是光是模型参数很庞大，就能让企业心甘情愿掏钱吗？其实关键不在参数本身，而在于它触发了所谓的编码数据飞轮。编码数据飞轮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因为 Kimi K3 写出来的程式码品质极高，企业发现它能实打实地省下庞大的软体开发人力成本。当越来越多工程师依赖它，它就能收集到更多高品质的修正反馈。进一步让模型变得更聪明，这是一个完美的正向循环。对，这说明 AI 产业已经从单纯的比便宜，正式转向比价值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证明你比别人聪明，能创造真实价值，大家就愿意付溢价嘛。但文字模型竞争毕竟还是很激烈。我看到这份报告点出，这场价值战的下一个战场其实已经转移了，对吧？是的，这份报告编出2大趋势。第一就是像腾讯和阿里现在都在拼的 AI agent， 也就是人工智慧代理。那这个的竞争焦点是什么？现在的竞争焦点已经变成谁能真正无缝融入企业的日常工作流程。因为只有当 AI 成为你每天整理报表、跨部门协调的帮手，它才能获取到企业内部最真实的数据。有了这些独家数据，对手就很难轻易取代你了。没错。那第二个趋势是被市场低估的影片生成领域。这份报告提到，字节跳动的 CDance 毛利率竟然高达70%。这个数字真的吓到我，而且年化收入甚至达到了20亿美元。在现在算力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其实是因为影片生成的进入门槛极高，文字模型可能很多新创公司都能做，但要训练一个高品质的影片模型，需要极度庞大的算力资源，还有对物理世界的复杂理解力，对吧？对，能做到这点的玩家屈指数可。因为供给有限，定价权自然就牢牢掌握在这些少数企业手中，这就是高毛利的原因。高毛利确实很诱人啦，但这份报告难道没有提到地缘政治的风险吗？特别是面对美国的晶片限制，如果连算力都拿不到，要怎么继续发展？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，而这份报告结合了现况分析指出，这正是 Kimi K3 走向开源的主要原因。为了对抗美国晶片限制并建立生态系，等等，开源怎么能对抗硬体限制？把辛苦研发的技术公开，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呢？当你把底层架构开源，就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在你的生态系里建立应用。靠大家的力量。没错，这种群众外包的生态力量，可以大幅减少对单一、极致强大的集中式硬体的依赖。这不仅是技术分享，更是一种巧妙绕过晶片禁令的生存策略。原来如此，用生态系的广度来弥补单点算力的不足，这招真的很高明诶。那回到投资板块，
高盛在这份报告里是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布局？基于这个脉络，高盛强烈看好 AI 基础设施板块，因为无论是谁赢得定价权，资料中心的需求都只会持续爆发。像是阿里巴巴、万国数据、金山云等都值得关注。就是那些提供底层算力的卖水人嘛。对，另外对于即将推出新影片模型 H3 的 Minimax， 高盛也维持了买入的评级。了解，所以真正能在这场洗牌中存活下来的是掌握定价权的玩家，还有基础设施提供者。这真的值得你好好反思一下，在你日常的工作流程中，有哪些 AI 工具纯粹是靠低价吸引你，又有哪些工具是真的具备了定价权，就算明天突然涨价，你也咬牙离不开它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你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